巴拿马的运河为什么一定要排队，而且运输量很小？因为大西洋跟太平洋它们之间的位置是不对等，就要一次进来这样，没有直接走的。那荷姆斯海峡是一个自然天然水道，这根本没有这个问题。这个战争一打起来的话呢，美国的油价为什么上涨？因为美国也是需要中东派出来的油，所以说这个波斯湾产的油对美国来讲，对全世界来讲都特别重要。现在荷姆斯海峡全面的引爆的是全球的能源核弹，我们要来看到是在这个时候关键的敏感时机，普丁补刀要断了德国的能源命脉哦。那么现在说俄罗斯成了这场中东战争下面最大的赢家吗？另外就是巴拿马运河成为在荷姆斯海峡被封锁之后的另外一个救命稻草，但是因为它能够运补的量实在太少了，是不是也会出问题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看到的是，全球的能源战现在已经先爆发了，因为呢，国际能源总署已经开始下了重话示警，说接下来可能面对的是人类史上最严重的一场能源危机了。事实上，在荷姆斯海峡被封锁之后，我们赶快来看到实际的数据，全球有20%的石油已经直接供应被卡死，每天甚至高达1300万桶的原油直接消失在市场上面。就在这么危机的时刻，俄罗斯又祭出了一个新的政策，他说从5月1号开始会切断友谊输送的油管，停止对德国这个国家来输送它的石油哦。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消息一出的时候，等于是一个能源核武等级的致命打击。赶快来看到是对于德国的影响，他们这边现在做了预估，德国的 PCK 的炼油厂的产能恐怕直接一口气锐减17%，直接冲击的就是柏林大约90%的车辆的燃料呢都是靠 PCK 来做供应的，现在都会因此而受到打击，包括首都的能源链也会因此受到动荡。那么德国的工业因此会被迫立刻来降产降速。那么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心到俄罗斯这一刀是不是等于直接直击了德国最重要的能源心脏呢？这是杀鸡儆猴，顺便告诉欧盟国家说，再力挺乌克兰的话，下一刀就是会对这些欧盟国家祭出能源的制裁吗？美伊冲突现在看起来，俄罗斯反成了最大赢家吗？委员怎么解读？对，我刚才讲过了，就是说这场战争的成败只有一个关键，就是谁撑得久。大家比看谁撑得久。这个我们叫做这个全民韧性也可以啊，就到底是你美国的民众、欧洲的人民撑得住，还是伊朗的人民撑得住，就这么简单。谁撑得下去，谁就是最后赢家。所以在这个博弈的过程当中，俄罗斯做的这件事情，等于是助了伊朗一臂之力哦。就是在2021年那个时候是俄乌战争开战前，我给大家复习一个数字哦。那个时候，德国55%的天然气是来自于俄罗斯，35%的石油是来自于俄罗斯。后来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北溪1号、2号断掉之后，德国面临了非常重大的产业危机跟冲击，因为这个能源价格暴增，所以它的产业就开始赔钱了。然后，所以它2023年它的经济出现了技术性的衰退哦，就德国很少出现这样的状况的。各位只要看2次大战世界战后哦，德国的经济一直是在稳健的往上攀升。可是德国的产业面临这么大的冲击，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能源的问题啊。那后来德国的能源从哪来呢？一个就是像哈萨克，它从友谊输油管来哦，另外一个就是从中东来了。可是各位知道，现在中东乱成一锅粥了，所以中东的油也别来了哦。那再加上哈萨克的这个友谊输油管又被断了，又被断供了，所以你哈萨克现在用海运来运哦，那个花的时间太久了，成本太高了。所以德国现在因为俄罗斯补了这一刀之后，整个东德的炼油厂，它的这个石油的来源都会面临到了很大的冲击跟影响。那你说对德国来说造成的影响，只死德国一国吗？不是的。任何了解欧盟的人都知道，欧盟原本的最大的支柱是这几个国家：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脱欧之后，欧盟现在最重要的支柱就是法国、德国跟意大利了。特别是德国，德国长久以来在欧盟面临到欧元危机的时候，是德国的央行去救的。所以现在连德国如果都自顾不暇了，那欧盟就完了，欧盟自己就面临到很大的冲击了。所以我说，今天
大家在玩哦，就俄罗斯在做的就是隔山打牛的游戏啦。我就说我今天打了你德国，我拖垮了你欧盟，然后你欧盟面临到了这么庞大的压力之后呢，你接下来你可能就撑不住了，撑不住要该怎么办？就要赶快把这场战争收尾了。那压力要压到谁身上？压到华府身上嘛。就好像我们上一题讲的，他把中国大陆拖下水，就是希望中国大陆施压给伊朗，叫伊朗别打了，不是就这么回事吗？所以今天大家都在玩这样的游戏，可是关键的点是在谁撑得久。我看过很多的评论家哦，就有一些这个有台的评论家一直唱衰中国，说这场战争中国不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中国的经济受到了冲击。我认为中国是最大的赢家，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角色跟地位在全世界是彻底的翻转哦。长久以来，中国是被西方跟美国污名化的，现在是黑白对调、猪羊变色了哦。所以这是中国是最大的赢家。可你说中国的经济会不会受到冲击？当然会啊。全世界的经济都会受到冲击，但是关键是什么？谁撑得住，谁撑得久？对中国来说，它的经济撑下去绰绰有余；对伊朗来讲，它已经是生死存亡了，它是一步都不会退的。所以这场战争的胜败很明显的啦。美国跟欧洲这些西方国家，我不相信他们可以撑得比中国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伊朗更久。对，好，这一场战争造成的能源危机，美国的盟友受到的冲击是现在看起来最严重的。那撑得下去吗？这是一个关键点。现在美国也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说，好，那不然如果说荷姆兹海峡被封锁的话，干脆呢，我们从这个巴拿马运河来运送这个石油的转运好了。但是呢，现在在巴拿马运河这边也有其他的问题，我们特别来关心到在巴拿马这一条路线哦，因为亚洲的炼油厂呢，现在是直接转向美国来购买石油、天然气，那当然就是透过巴拿马运河，怎么运呢？把货品从巴拿马运河这边转到亚洲跟其他市场。但是现在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巴拿马运河的运量，全球运输量其实呢只占全球5%，还是非常小的。那这么小的一个运量哦，我们看到它现在可以说是塞爆了，多塞呢？排队状况是在2023到2024干旱危机的等级，平均你要运东西，你得等待3到5天。那你要插队的话，还要付这个插队费，飙到了400万美元啊！那这样的状况之下，我干脆还是使用荷姆兹运河吗？那岳老师怎么看？这个所以啊，说句良心话了，因为这个消息牵涉到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整个是代表。这个消息是非常不好，因为这个世界长期来讲依赖原油以及天然气，这个依赖的程度已经大到大家难以想象。尤其是东北亚这个地区，包含台湾在内，我们这些区域当中的话呢，受到中东的石油出现这种现象，那这个事情呢，本来是不应该发生的啊。这个就因为川普这个人又笨又坏又傻。所以说让它发生，发生以后呢，他居然不知道伊朗可以控制荷姆兹海峡，然后荷姆兹海峡呢是占了世界上的有人说是25%，有人说是20%，不管怎么讲，这个油跟气他们都是刚需，你要多少卖的人是要达到最多最好的价钱，买的人的话呢也是要买到最多，所以说他们之间的需求是固定的，所以因此这个油跟气的20%或是25%啊，不是像你想象中说这个其实还有80%在哪什么的。不是这个情况，因为这个实际上的话呢，就目前为止，在资源分散来讲，我同意刚刚我们孙委员讲的非常好，就大陆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就油也不是只有中东的油，那油也不是只有海上的油，而且油也之外的话呢，有煤发电，有自然吸收，有电发，有风发电啊，有光发电，什么水力发电，什么一大堆，大家都知道。前面听的消息，你不得不佩服，就有人先做了规划，但是这里头当中，像韩国、日本、像台湾这些地区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就是说他们的工业的发展，老百姓的生活完全依靠这个中东传递来，所以因此大概在1个月前就已经有转向美国购买。那个时候，这个川普还得意洋洋的讲说，我们油多得很，他们来可以向我们买什么的啊，他们还兼卖委内瑞拉的油什么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应该讲起来是有3方面的问题了。第一个，大家看这个路线就是非常非常长远的，跟太平洋。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说那个这个巴拿马这个运河当中它的运送量，因为巴拿马的运河为什么一定要排队，而且运送量很小？因为大西洋跟太平洋它们之间的位置是不对等，就要一次进来这样，没有直接走的。那荷姆兹海峡是一个天然水道，这根本没有这个问题。然后第3点原因的话呢，就是说我必须坦白讲，其实这个数量并不大，因为美国也需要从中东进口油。
油了，否则大家只要看一件事情，这个战争一打起来的话呢，美国的油价为什么上涨？因为美国也是需要中东派出来的油，所以说这个波斯湾产的油对美国来讲，对全世界来讲都特别重要，但是对于亚洲这几个地区是特别重要，所以我们面对的麻烦特别大。对，好，所以现在等于说全球的这个能源要运送面临很多的危机哦，包括这个荷姆兹海峡被封锁之外，刚刚特别看到了嘛，巴拿马运河的运输也长期现在呢常常塞车，所以在运送上面也碰到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在此刻，我们看到的是还要面对的事情，就是在荷姆兹海峡这边，我们看起来全球的这个航运要改写规则了吗？因为呢，现在看起来这个伊朗他又设了一个新规定，他说接下来在这边要设立新的安全走廊。然后呢，未经授权不得通行，违规直接开火驱离，有点像是在做这种军事化的管理全球的航道，而且这边还出现了诈骗的问题耶。有人被诈骗说付了这个过路费，结果事实上他付钱的对象只是这个诈骗集团，也不是伊朗的政府，结果他在通行的时候就直接被开枪，现在可以说是乱象丛生。干哥怎么看这个海上规则？国际刑警组织现在在追这条船，真的被诈骗的船。你知道现在已经出现诈骗集团，诈骗集团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有，对不对？现在在荷姆兹海峡也出现了，而且我跟你讲，你刚刚讲的，它所有的网页上面的所有的规范都写得非常清楚，而且它可以告诉你说，我就是伊朗政府，我就是 IRGC 啊，革命卫队底下的某个单位、某个分队，专门控制这个拉巴斯港到某一个阶段啊，你要从这边过的话。你就要付什么？付泰达币，或比特币，你要叫你用虚拟货币来支付，你只要支付了以后，你就可以安全通过，而且你在规定的时间、地点、航速都告诉我，我们输入资料，我们的这个快艇就不会去拦你这样子。结果有一艘船，他就真的付了多少钱？到现在不晓得，所以我刚才讲为什么国际刑警组要去追啊？你不知道他到底付多少钱，然后他真的付了，结果一付，你知道吗？他才刚刚一出那个海峡，就被伊朗炮艇开炮就打他了，就干嘛就满脸豆花，整条船掉回去，结果是被谁害的？被诈骗集团害的。诈骗集团说好，你通过了，因为你已经付了泰达币，结果他一出去就被炮击了。所以现在就回去，被炮打了不敢讲，你知道为什么吗？讲了就对他自己没面子啊，对不对？他下次更不用贪小便宜啊再出去，对，至少200万，你付20万，你想过你们？我们现在要讲的重点是，诈骗集团已经跑到荷姆兹海峡，冒充伊朗海军了，太厉害！诈骗员好有效率。对啊，大家就想这个不是玩笑，因为说一句实在话，其实老实讲，对船东而言啊，这是很丢脸的事情。你船长轻信这种诈骗集团的网页，而且还真的交了船，交的不是你的船了，是我们船东的钱呢，对不对？你交了以后，当然这件事情被揭穿了以后，比较不会有人受骗。可是我跟你讲，诈骗集团不会这样的，他不会甘休的，他下次再来，为什么？有利可图。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你的感觉就是说，已经全球人民受害了，让诈骗集团猖狂，这也就算了。我们再去看巴拿马。巴拿马现在肥的流油，你知道？我讲的是巴拿马政府，知道为什么？排队，荷姆兹海峡走不了了，我们去巴拿马排队，一排，天哪，要83个小时，平均一艘船要排3天半。刚才岳老师已经讲了，很简单，为什么？因为它是运河，它不是海峡，对，它比海峡还要小，小到你只能一个船身过去而已，尤其是10万吨的超级邮轮，你就是要排队。那排队平常是多少？我告诉各位，平常要过去90万美金，大船90万美金已经很贵了，你会觉得很贵。对，现在要插队是吧？欢迎插队，插队费、插队过路费、排队费，你不用排队了。插队的过路费是400万美金，还是有人付的。那我想请问你，巴拿马政府怎么说？你知道吗？这是合法的。这是合法的，我们以它的这个货物的这个及时性我们来安排它及时插队，让它先进去先出去。其实讲穿了就是 money talk， 你怎么可以让别的船，因为他付得起这个价钱，所以他去插队呢？所以从90万到400万，我讲句实在话，
那个就是对于这个产业的压力，而这是对不仅仅这个产业，是对全球供应链的压力。像这样的压力而造成了油价的飞涨。我告诉你，没有石油，我们连牙膏跟肥皂都做不出来，这是最基本的。如果再这样撑下去的话，我想请问你，巴拿马运河跟荷姆兹海峡还是这个态势的话，那人类会不会真的碰到景气的寒冬？不是开玩笑，再撑1个月到2个月，地球上就会发生，你就会发生很可怕的金融衰退的现象就会出现了。对我补充2点，我觉得巴拿马政府呢现在就在效法环球影城的 Fast Pass， 只要你愿意花多一点钱，你就可以不用排队。对，如果你去过环球影城，你就知道，你就额外买一个 Fast Pass， 你就不用排队了嘛。他就来这一招吗？完全合法了。对，然后第2个我的感触是，我觉得现在美国跟伊朗终于有一个共同的敌人了，就在这个停战时间，他们应该要全球追杀诈骗集团，因为这个钱本来不是伊朗收，就是美国收的，就现在搞了半天换成诈骗集团拿走了。这个美国跟伊朗现在终于有个共同敌人，先把诈骗集团抓到再讲吧。还是荷姆兹海峡这个全球石油能源的要道，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恢复正常哦？因为先前根据伊斯兰革命卫队他们公开的一个航行地图哦，是有明确标记这个避开水雷的路线的，代表呢他们是在这个航道的一些关键要角真的是有这个埋雷哦，真的有雷的。所以如果你没有引水人帮你带路呢，你想路过那就是在玩命。然后另外在这个钱的部分呢，原本伊朗是想跟阿曼来合作收取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通行费，结果阿曼的交通部长表态，他们要遵守这个协议的精神哦，不会对通过的船只来收取费用的说法。结果你知道怎么着？阿曼不收，谁来收？美国来收啊！川普立刻跳出来说，他要来跟伊朗联合管理荷姆兹海峡，然后一起来收取这个通行费，一起有钱赚，大家一起发大财。庞大这个利益，大家一起来瓜分，你能想象吗？这2个势力前几天才在互轰，然后现在又想来一起刮这个过路费哦。那也许这个川普的商人思维真的是领先大家一步，我实在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不过军事方面，我想先问厉将军哦，伊朗对于海峡的控制，我们看到已经不只是象征性的说我要封锁，而是真的有布置这个水雷，包括他们的无人机、他们的反舰飞弹、自杀小艇、岸基打击系统等等的武力追胁。所以如果没有伊朗的引水人要来领航的话，大家想要过这条航道，是不是真的是难如登天？我想你这句话非常重要哈，伊朗又再次全面封锁荷姆兹海峡，那昨天才说要开放，今天又再次封锁哈，所以现在目前我们在这个节目播出的同时，荷姆兹海峡还是牢牢的掌控在伊朗的手上，是没有办法通行。那为什么伊朗又再次封锁荷姆兹海峡？很明显，伊朗讲的理由就是说，以色列又对黎巴嫩真主党又发动攻击哈。那伊朗认为说是黎巴嫩真主党是在这个所谓的停战的协议的条件之一，但是以色列去打黎巴嫩真主党的话哈，他就要再一次封锁荷姆兹海峡。那从这关系我们就可以知道，我认为伊朗跟黎巴嫩真主党2个是唇齿相依了。对，如果没有了伊朗哈，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可能也会被歼灭。但如果说没有黎巴嫩真主党哈，伊朗就少了一只牙齿哦。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彼此之间是绝对唇齿相依。可是我们很明显看得出来，这次以色列纳坦雅胡哈，虽然说他口头上面这个答应美国说停火，可是事实上在川普第一时间说要这个停火2周的时候，这以色列的反应是2句话哈。第一句说感到非常的忧虑，第2个是非常的惊讶。可见呢，川普当时要停火，并没有跟以色列商量过。那如果说是美国自己抽腿走了，剩下单独以色列一定认为说是这个，不管是黎巴嫩真主党啊，或者是伊朗会加大对他的打击，因为这次说停火，伊朗并没有也没有把以色列包括在里面哈，纯粹他只是跟美国2者之间的事情。所以说，以色列当然也看准这个时机，要把美国重新再拖回战场上。他想要把美国拖回战场上，唯一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对黎巴嫩真主党加大打击。那一加大打击，伊朗一定会再动手。伊朗一再动手的话，那这场战争川普又就要被拖回来。所以我认为这很明显的哈，这场战争打到现在，绝对不是川普一个人，你可以说是要开战你就开战，但你也不是说你一个人想要停战就停战。现在你虽然说想要停战，可是我们看得出来，以色列不肯停的话，你也停不了。那之所以伊朗可以封锁荷姆兹海峡的手段，我觉得很多了。从开战到现在整整40天了，40天过去，我们看到
这个本来美国跟以色列的这种战略构想，从推翻这个伊朗的这种神教政权，到所谓的这个夺取浓缩铀哈，到限制它的这种导弹发射的距离，到后来只剩下说是为了开放荷姆兹海峡。可是整整40天过去了，我们看到美国对于这个战略目标来讲，到现在是这个毫无办法，一点成就也没有。不但它没有办法开放荷姆兹海峡，我们看到伊朗3不5时的对着它的林肯号航母战斗群，还有它的迪里波里号发射所谓的巡弋导弹、对舰的巡弋导弹，或者是弹道导弹，逼退这个林肯号跟迪里波里号。如果说连美军自己的迪里波里号或者航母战斗群都没有办法靠近，我讲的只是靠近都没办法靠近，那你怎么可能去开放荷姆兹海峡？所以我认为到现在为止荷姆兹海峡这张王牌还是牢牢掌握在伊朗的手上。那后续我想说，其他各国可能也感受到了，不管日本、韩国或者是北约的这些欧盟的这些国家，都已经感到石油这个能源危机对他们所造成的冲击。所以我想后续来讲的话，难怪包括法国总统还有日本目前来讲都希望彼此私底下跟伊朗沟通能够尽快获得能够通行荷姆兹海峡，能够将这个能源运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把川普可以很明显的到现在为止，他还是进退维谷是这个不管是打或者是谈，对他来讲都陷于两难。是，好，中东的局势确实变化是非常快速，跟很多大家意想不到的发展。美国在战场上都未必是全权掌控局势了，经济上却是不落人后呢，抢着要收割成果。因为在阿曼拒收过路费之后呢，川普跳出来硬要分红啊。那如果真的让美国来分一杯羹，介入到这个收取费用的行列里面，会不会惹怒所有依赖能源的这些国家呢？要知道，美国跟伊朗是有非常大的国仇家恨的，会同意让这个敌人一起来发大财、共享庞大的利益吗？也许是我的认知太浅了，我是觉得这个逻辑怎么想都想不通，所以想请教赖教授帮大家分析。这个川普想的太美了啊，怎么可能呢？那难道以后就是美国跟美国的陆军美国的军队好了，然后跟这个革命卫队2个人就站在川海这个海峡这边，然后呢船只过来以后就开始收费了，收费以后呢旁边有个财务官，他在那边做账。做完账以后呢，最后等到要交班了，例如说5点钟要换班了，然后我们要做个小结嘛，看看我们收了多少钱。然后呢，财务官再来开始做账以后，后面再来稽查员美国派一个这个伊朗派一个2个人这边见证的情形下，双方签字说好，到我这边收了多少钱，然后你分多少，我分多少，然后我们一起下班了5点了，那我们去旁边的酒店喝杯小酒吧，有可能吗？笑死人嘛，从来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川普讲的这种是鬼话，是不要把它当这一回事，这是一个笑话他做的梦做的美。但是我们话说回来，伊朗从来没有一个字，从头到尾到现在没有一个字说开放赫尔木兹海峡，一个字都没说过。他只说是控制性的通行，他用的都是管理控制性的通行。是谁管理谁控制都在伊朗手中，他从来没有说开放赫尔木兹海峡。是讲这句话的是谁？是川普胡说八道。为什么？因为你川普说，哎呦，赫尔木兹海峡开放了，对，伊朗说我从来没有说过第二个，那请问赫尔木兹海峡控制在谁手中？在我手中那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更何况赫尔木兹海峡它基本上对伊朗来讲，今天能够把美国逼到谈判桌，美国逼到弹劾的，就是因为封控这个赫尔木兹海峡。全世界的油价高涨而且油可能都运不出去，会造成比2次的石油危机更严重的石油危机。那这样的情形，全世界受不了，美国受不了，美国盟友也受不了，大家都受不了的情形下，只有能够从这个地方拿到油的国家，像中国大陆等等的，他们当然就形成更有强大的竞争优势地位。这个对于美国来说的话，怎么可能让这个事情发生？那既然不行的话，那该怎么办？所以美国才必须要妥协的。它具有非常高度的战略杠杆的作用。所以小哈梅内伊给了伊朗的人的一封信，讲得很明白。第一个就是要继续抗战到底，第二个就是控制赫尔木兹海峡，这是战略杠杆，绝对要牢牢的掌握在手中，不能放掉。你想，
最高领导人放了这个讯息，怎么可能说这个伊朗还跟你分钱？然后这个是想得美，而且还怎么可能把你这个作为谈判的要件都想得太美？我个人认为，赫尔木兹海峡什么时候打通，完全开放不收钱，战争结束，美国撤出中东，这个时候就不会再收钱了。因为战争结束，美国今天撤出中东，如果今天伊朗再收钱，连中国大陆跟俄罗斯都会跳下来说，这个是违反国际法的。所以我认为伊朗在那个时候就不会再收钱。是，好，前头话题除了有美伊这两个主事国之外，其余的国际势力又是怎么来看待赫尔木兹海峡的利益平衡呢？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宏他有跳出来公开表示，号召了15国来共同维护航道的安全，而且当中是没有美国的角色的。同时，北约这边的气氛也很微妙，因为川普就批评这些盟友嘛不仗义啊，我在这边发动战争，结果你们都在袖手旁观啊，然后被他点名这个不合作的国家，包括了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都是在欧洲蛮有话语权的国家。同时，在远东的南韩政府也是因为这个他们的商船迟迟被扣住，也走不了，然后想要获得伊朗的这个通行豁免也要跟德黑兰进行接触了。所以我们看到，从欧洲到这个东北亚，美国的这些盟友现在真的都忍不住了，要开始绕过美国，然后来做一些交涉，就是为了确保自家的船只、自家的国家利益能够在海峡现在这个情况下呢，能够获得一些保障了。那美国过往是这个全球的老大，这个一呼百应的情况下，到现在大家都要绕过你去谈事情了。美国的霸权跟国际规则是不是有点被川普总统玩到有一点这个丧失信任的这一步了？杨老师，你觉得走到这一步了吗？没有错。其实这一次美国对伊朗的战争是一个非法，而且是一个侵略战争。那我觉得关键其实是它不只是没有得到国际的支持，它其实造成了国际的极度的恐慌，因为伊朗以它仅有的高原堡垒的地理优势，再加上算是原始的飞弹跟无人机吧，只不过是量储备了很多，就把美国跟以色列的大兵给打得招架不住。而美国呢，面对伊朗那种玉石俱焚，也就是你打我地面战争或者是能源设施，我就破坏你整个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它会造成国际油价跟国际经济的崩盘。美国没有办法负担这样子的一个代价，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也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到后来，美国的军事层面也呈现出这种就是它严重的问题，不只是在这个所谓的领导指挥，它也在你看的军事层面，那个 F-15E 的飞行员面临到抢救雷恩大兵的这种救援，结果也掉了好几架飞机，所以美国的军事受到严重的考验。这是美国的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的经验，也就是美国的军事霸权现在开始面临到一大挑战。另外，这也是石油美元的完美风暴各位，在战争之前中国大陆的人民币支付系统每天大概是6000亿人民币，结果到了4月份呢，来到了1倍，1兆2000亿以上的人民币每天的交易额。那所以当然并不代表石油美元的立即的衰退，可是当你走向了更进一步的以电力为主的的交易的时候呢，我觉得在今天大家也都面临到要去调整所谓的能源结构，也就要降低天然气跟能源烧煤在电里所占的比例。所以将来你看风电、核能都一定会提升，而这一些呢，中国大陆在相关的这些电力人民币的计算上有更大的优势。所以我觉得美国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只在军事层面，它也在整个外交层面，它更在整个美国的美元霸权的层面就产生了一个完美的风暴。是。好，伊朗为了求和，给他送上了一份大礼，包含了石油、包含了天然气跟荷姆兹海峡通行的超级礼包。但事后我们得知呢，他所谓的礼包就是放行了几艘邮轮货轮通过，表态呢，我们荷姆兹海峡并不是完全封锁的，所以世界的这个贸易呢，在战争期间还是有一条可行之路。
但是川普还是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因为要知道这些船不是你美国籍的船，而都是跟伊朗友好的人的船。我们来看看有谁，5个国家现在就被点名了，包含中国大陆、俄罗斯、印度、伊拉克、巴基斯坦，你们是友伊的这个势力，所以呢，你们的船只要乖乖缴通行费的话，还是可以做生意，还是可以通过的，并且根据英国的劳氏船籍社他们的消息指出，中国籍的货轮呢，成为了伊朗允许航行荷姆兹海峡，而且是首艘借由支付通行费安全通过船只，等于是中国的船开了一个先例。只要跟伊朗关系不错，愿意拿出一点钱，这条路你是可以走的，好不好？这就是有一个象征性了。那我们来持续看到，现在伊朗利用这个海权来当做筹码，给各国一个选择：你是要在你们的国家的能源安全，还是来挺美以？这两边你要选边站哦。然后等于是这个削弱美国安全承诺的同时，又给了不管是中立国也好，还是亲伊朗的这些势力也好，告诉大家你其实有一个新的选择来获得一些竞争优势。好，我们说这个是因为这场战争而短期出现的一个被迫下的情况，大家必须要这样做，还是说这场战争之后，整个全球的国际格局可以因为海运的规则而改变？张教授来，我认为这是伊朗在这一次伊朗战争当中发现到它的地缘战略的利益之所在，就是荷姆斯海峡。现在可以把这个荷姆斯海峡变成它的战略筹码，一个要友谊、友善，或者是有对伊朗是友善的，它可以开放通过。第二个，对于伊朗是有距离的，亲疏远近啊，那就按照它可以坐地收取过路费。对，就是这两个。他发现突然可以了嘞，因为什么？因为全世界都要能源，没有一个国家不要能源，能源越来越重要，因为 AI， 因为半导体，因为大家那个大量的这个我们讲新能源车等等，对能源的依赖会越来越高。那很简单，那我就突然因为这一次伊朗战争，才知道原来荷姆斯海峡有那么好的这一个战略角色，他就把它变成地缘战略转换成战略筹码，这就是伊朗的转换。那因为这很简单，第一个要站队，你这个站队如果站队伊朗，不站队伊朗这一边，你是站队以色列或者美国这一边，那对不起，那你不要过去。你要过去要有风险，因为到现在为止，美国还没有讲要战略护航，那就有风险。要不然你要拿非常高额的价格，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开了这个船舶识别系统，你就悄悄通过去吧。它可以这个样。那换句话说，它这个可以解决站队的问题。所以有人就会说，可能跟美国、以色列保持一点适度的距离，可能比较好。跟伊朗靠近一些，可能可以在船舶通过这一方面得到某些好处。是。那这个伊朗知道，那伊朗也不声张。那另外一个呢，这个航权的利益战略利益就变成航权的利益了。那走到航权利益我判断战争中结束了一天，但是航权的利益伊朗会继续烧收，那这就不一样了，变成一个会生金蛋的母鸡。真的，以前没有啊，现在有了，可以生金蛋的母鸡。坐地起价。对，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它的，我们知道这个最窄的这个水域也只有32公里、23公里，非常的近，那都是伊朗所控制的。那这个选择性的放行，这是伊朗的战略权益。这种战略，我可以选择性，可以要你通过，也可以不要你通过，你就原地待命，要不然有这个风险。这个就是我讲，它这个选择性的这个权利就在伊朗上面。那美国呢？美国因为付防风险太大，美国是外来者，他远道而来。当然，他在中东地区有驻军，但是问题是荷姆斯海峡这一个区块还是在伊朗手上啊。是，除非你要去把它夺起来，或者是把它拿下来，然后永久占据啊。但是我认为风险太高，所以将来荷姆斯海峡变成伊朗认证海峡，认证才可以。我要可以开放的，你才通过；没有开放的，你不能自由通过。你自由通过就有风险，一定是有条件的开放，不会无条件的开放，因为这个地缘战略利益已经变成伊朗的地缘战略筹码。战略筹码之后转换成经济利益，那这个换句话说，伊朗以后不是光是卖油，还卖航权呢。是，那我认为这是伊朗战争所发现的这个外溢的利益，这一次见效了。但是美国要不要付出这个代价呢？我认为美国长期要面临兵险或者是这个护航的风险，我认为美国是一时的护航，不会愿意长久的护航，因为
这个会造成它军费过高、风险过大，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伤亡。所以我认为美国会采取的是保守的策略，不会长期跟伊朗硬干。好，除了刚才我们提到这5国友谊势力现在被放行通过之外，其实还有更多国籍的船也都有零星通过，或者是被酝酿未来可能通过的一个权限。当中哦，其实大家想的不太一样，还不乏亲美的势力有谁？泰国、日本、西班牙等国家，尤其是西班牙这次就被伊朗点名了，因为西班牙尊重国际法，所以呢愿意接受马德里提出关于海峡的任何请求啊。那其实就是在奖赏3月初的时候呢，西班牙是公开拒绝了让出他们的军事基地给美军使用，表达我们西班牙不要当这一场战争的帮凶。结果就换得了德黑兰觉得，你不错，好人卡给你1张。而这一次呢，伊朗首次对西班牙这个欧盟国家开出的算是一个友好的绿灯了。我们看到这场战争，全球几大势力或者集团纷纷表态，但是北约跟欧盟一直来说都蛮克制的，刻意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保持距离，就怕被卷进去。那么现在有了这个西班牙模式之后，会不会有更多人开始跟伊朗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况？对，我这个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分成3部分来讲。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讲到欧盟，再讲到北约，然后再接下来的讲的话呢，未来会不会针对某些国家做开放？那针对欧盟的情况下，大家要搞清楚一件事情：欧盟是一个集体的，就算是一个邦联的合起来的国家，但是各自的国家有它各自的立场。对啊，比如说这个立陶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自己要单干，那大陆就专门收拾他。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西班牙这次情况比较特别，西班牙的话呢，就是明摆的就是说明了军事基地不给美国用。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说是跟那个委内瑞拉的问题是有关系的了，毕竟他们都是原来的西班牙语的国家嘛。然后另外，西班牙觉得说他们自己的首相也好，前首相也好，桑切斯也讲，直接讲说美国这是一场不正义的，是个非法的战争嘛。那北约的情况的话呢，北约要行动的时候的唯一的理由是，当北约的国家有一国，北约33个国家有一国被欺负、被侵略的时候，其他国家就联合起来以被侵略的这种名义。但是美国现在有被侵略吗？啊？所以我这突然回答你的问题，想起来，范斯现在讲说美国有被侵略，为什么呢？因为说是那个伊朗啊，但是搞出一种带着核子弹的这种自杀炸背心，这一下炸起来了不得了，所以就讲说啊，美国有这种面对威胁的危险，因为美国现在没有盟邦加入，它确实是非常困难，因为没有盟邦加入的话，就说明它没有经过国会同意，是一个非法的战争。那伊朗在未来的时候，这张好人卡的发放的过程的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广告，所以不但有我们张将军讲的说，从此以后啊，有一种外溢的这种权限，保留这个荷姆兹海峡的这种通过的权限以外的话，他可以借这个机会来拉拢啊，对不对？西班牙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啊，你只要敢反对，但是倒过来想那不得了啊，你要是稍微你把你的军事基地借给美国，你完蛋，你也不用过了。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所以说情势来讲，对于这个伊朗呢，目前为止的话呢，他想通了。他想通了的话，就是西班牙给好人卡1张，非常具有广告效益。了解。好，这个我们看到西班牙的好人卡呢，或许可以让现在紧张的海运僵局可以看到慢慢在舒缓的一个迹象。但是在整个风险尚未退去之前呢，替代方案大家认为还是必须的。如果海运都走不了这条路的话，还有什么办法？空运那么贵，那就是走陆运哦。然后我们就发现了，大家才惊觉，在2025年5月全线贯通的这一条中伊铁路啊，没有想到现在成为了伊朗的开挂神器哦。好，这条路是从中国出发，沿途穿越了中亚多国，然后最后在德黑兰附近的阿普林路港抵达。长达5500公里的铁路，是当年北京“一带一路”一个重要的旗舰项目。没想到隔年的通车呢，马上成为了战争地缘政治下一个非常好的避险工具哦，因为降低了对海运的依赖，并且这个维持了，如果油要走这条路，中国还是可以买到伊朗的石油没有问题，突破了地缘政治限制的一个生命线。而且万一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借由这条陆路来帮伊朗输送这个急救的血液。但是聪明如美以，他们会不知道吗？他们肯定知道啊，有这条路线在的话，就掐不死伊朗嘛。但是为什么又有强制空权、海权的美以呢？对这条陆路不敢去插手，对这条地面的交通感觉是视若无睹。好，中伊铁路我们除了知道背后是中国大陆的一个因素，它的背景还有这个战略威慑力之外，究竟这条铁路还有什么保命符？大家明明知道它是有发挥作用的，但是不敢去碰。我们有一句话哈，要致富先造路哈，所以路是很重要的。
那陆有什么陆呢？简单说，分为水运跟陆运两种方式。水运又分为海运跟河道运输，那陆上运输又分为铁路、公路啊，甚至现在加一个这种空中的运输。另外还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哈，谁能够掌握到这个？就能够掌握到未来的财富，那叫网路哈。这不要忽略，网路现在确实是如此。没错没错。你要是有网，谁能够掌握到网路，谁就能够这个致富哈。那西方以前的话，他们依据这个想法概念哈，它发展出2套的战略理论，一个叫陆权论，是这个麦金德提出的；一个叫马汉提出的海权论。马汉的海权论，谁能够控制整个海洋地区？你把欧亚非3个板块看成一个大陆块来讲的话，谁能够控制沿海地区，谁就能够掌握到海运。掌握到海运的话，就能够掌握到世界的财富。但是麦金德讲的是说，谁能够掌握到这个欧亚这个陆块来讲的话，这个那就可以掌握到陆运，它也可以掌握到财富。那你认为中国是要海运还是要陆运？我跟你讲海运有海运的缺点，海运有它优点，它优点就是运输量大嘛。对，包括我们现在看到邮轮的运输，还有它各种货轮运输，运输量都非常大。可是你就必须要沿海的港口。那现在好了，现在譬如说是重要的这个港口，这个譬如说是荷姆兹海峡给你一掐，这个曼德海峡给你一掐甚至如果未来的这个马六甲海峡万一也出事，你的海运就断掉了。海运有海运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陆运也是一样，陆运不管是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或者是管线运输，它的运量都比较小。可是运量没有那么大，可是它的相对的维护安全性就比较高。那中国要海运还是陆运？我跟你讲只有小孩才做选择，中国2个都要，所以又发展一个叫“一带一路”。什么叫做一带呢？一带叫做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陆运啊。简单讲，丝绸就是沿着丝路嘛，就是现在讲的从这个新疆出发，喀什出发，经过这个中吉乌，然后之后到伊朗，然后过里海以后到达这个欧洲去这是陆上的运输，就以前的丝绸之路。那海运来讲的话，现在所以说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中国讲的珍珠链从这个经过马六甲海峡，然后包括到这个巴基斯坦的这种港口一直到这个吉布地甚至于穿过直接穿过红海到达欧洲去，这是海上运输之路。中国是2个都要，所以它在这2个方面，它都做了相关的建设。那现在事实上显示出来，当海运出现问题的时候，它现在就有陆运可以当做备用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中国确实是你不得不佩服它它当初确实有眼大眼光，因为它处的地理位置，它一边面海可以发展海权，它一方面又跟俄罗斯背靠背，可以发展陆权，而且这个我们以前知道左宗棠收复新疆。目的就在这个地方。除了中伊铁路之外，我们看到中国继续在发展的中吉乌铁路，还有北边的中欧班列，甚至于这个包括俄罗斯的这种西伯利亚大铁路，这都是陆上的运输，这跟欧亚之间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我觉得中国事实上是有远见的，所以那时候提出来所谓“一带一路”，就是海运跟陆运的陆权、海权，它都要掌握得到。是。好，下段节目呢，我们的视角就要从中东战场切往俄乌战场，来看看当前全球的注意力都被美以伊这场战争给抢走的同时呢，其实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有持续在作战，有哪一些不得不提到的最新动作？